兔子伸手想要摸露娜，还说要保守秘密。露娜想起妈妈的话，感觉心里很不对劲。露娜后退一步，大声说：“不要碰我！”露娜跑到妈妈怀里，把刚才的事说了出来。妈妈说：“真正的好人不会让孩子保守身体秘密。”勇敢说不的小兔子。小兔子露娜住在开满鲜花的草地上，有着雪白的毛发。春日午后，露娜和妈妈坐在大苹果树下晒太阳。妈妈轻抚露娜的头，告诉她身体有特殊的地方。妈妈指着胸部和下身说：“这些是需要保护的隐私部位。”露娜认真地点头，像保护小窝一样重要。妈妈说，任何时候都不能让人碰。如果不舒服，要大声说不。妈妈温柔地说。露娜挺起胸膛练习，不，我不喜欢。几天后，露娜在萝卜地里遇到陌生的灰兔子。灰兔子笑眯眯地拿出糖果让露娜过来。灰兔子伸手想要摸露娜，还说要保守秘密。露娜想起妈妈的话，感觉心里很不对劲。露娜后退一步，大声说：“不要碰我！”露娜快速转身，用力蹬腿，跳向妈妈那里。露娜跑到妈妈怀里，把刚才的事说了出来。妈妈紧紧抱住露娜，夸她做得对。妈妈说，真正的好人不会让孩子保守身体秘密。草地上的小松鼠和小刺猬都跑来听。大家一起学习保护自己身体的方法。露娜成了草地上的小小安全卫士。小鹿害怕时，露娜教它勇敢说不。小松鼠遇到问题时，露娜陪它找大人。傍晚时分，小动物们围成圈唱儿歌。身体是我的，保护靠自己。歌声响亮。萤火虫飞来为勇敢的孩子们点灯。夜空中星星眨眼为露娜点赞。露娜依偎在妈妈怀里讲今天的故事。妈妈轻抚露娜说，她是最勇敢的小兔子。月亮升起来了，洒下温柔的荧光。露娜在妈妈的怀抱中安心地睡着了。小朋友们，要记住保护自己身体很重要，不舒服要说不，告诉信任的人。小浣熊皮特过马路。清晨阳光洒进森林小镇，小浣熊皮特揉着睡眼，浣熊妈妈轻摇铃铛。皮特戴上小红帽准备出门，来到马路边，汽车轰隆隆地奔跑着。皮特被汽车声音吓到，紧紧抱住妈妈的腿。妈妈蹲下轻抚皮特小脑袋，指着红绿灯。皮特睁大圆眼睛，好奇地看着会变色的灯。妈妈教皮特念口诀：红灯停，绿灯行，黄灯亮了等一等。红绿灯咔嚓变绿，皮特跟着认真念儿歌。妈妈指着地上白色斑马线条纹，皮特发现像斑马花纹，很好奇地观察着。妈妈又教新口诀：一停二看三通过，安全第一，要记牢。妈妈牵着皮特小爪子踏上斑马线，母子俩一起数步子，1、2、3、4。大货车咔嚓开过来，皮特有点紧张。妈妈握着皮特的手，让他感受安全感。货车司机友好挥手，皮特勇敢地挥手回应。皮特和妈妈安全到达对面。小兔子想要乱跑过马路，皮特着急地阻止。皮特大声提醒，要牵大人手，不能自己跑。小兔子乖乖牵着兔妈妈手等绿灯。皮特教小兔子第3个口诀：过马路牵紧手，红灯停来，绿灯走。更多小动物围过来，想学交通规则。皮特成了小老师，带大家复习3个口诀。小动物们认
认真学习，点头记住安全规则。森林警察叔叔路过，竖起大拇指夸奖。警察叔叔给皮特戴上闪亮的小交通员徽章，皮特骄傲地摸着徽章，尾巴开心地摇摆。小动物们为皮特鼓掌，夸他是最棒的小老师。夕阳下，皮特和妈妈手牵手回家，心里满满成就感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皮特学会了交通口诀：红灯停，绿灯行，一停二看三通过，过马路牵紧手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记住了吗？皮皮的温暖救援。在南美洲温暖的湿地里，住着一只粉色小水豚皮皮。皮皮最喜欢在河边扑通扑通地游泳。每天早晨，小鸟们叽叽喳喳地把它从甜甜的梦中叫醒。有一天，皮皮在河边玩水时听到了微弱的求救声，他四处张望，寻找声音的来源。终于在河岸的泥洞里发现了3只刚孵化的小鸟宝宝。小鸟宝宝们的妈妈不见了，它们又饿又冷，小宝宝们一定很害怕。皮皮心疼地想着，他温柔地用鼻子轻轻碰了碰小鸟们，小鸟宝宝们叽叽叽地叫着，用小翅膀扑腾着。皮皮决定要好好照顾这些可怜的小生命。皮皮想给小鸟们找食物，可是不知道它们吃什么。他跑到草地上，用小爪子挖出嫩绿的草根，兴冲冲地送到小鸟面前，可是小鸟们摇着头不吃。皮皮又跳到果树下，踮起脚尖够红红的浆果，小鸟们还是不吃。皮皮急得在原地转圈圈，它的小尾巴都竖起来了，脑袋上仿佛冒着问号。就在这时，河对岸传来了熟悉的鸟妈妈呼唤声。原来鸟妈妈出去找虫子回来时迷了路，皮皮立刻扑通一声跳进河里。他用最擅长的游泳本领快速游到对岸。您的宝宝在这里，皮皮大声呼喊着，他还用前爪在地上敲击，发出响亮的声音。鸟妈妈听到了皮皮的呼唤，顺着声音寻找。鸟妈妈激动地飞了过来，看到了自己的宝宝们，她紧紧抱住了小鸟宝宝们，一家人终于团聚了。小鸟们叽叽叽地开心地叫着，高兴极了。谢谢你，善良的皮皮。鸟妈妈感激地说道。从那以后，这家小鸟都会在天空中为皮皮唱歌。夕阳西下，皮皮的心里装满了帮助别人的快乐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帮助别人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情，用自己的方式去关心和帮助别人，就是最珍贵的善良。小朋友，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了需要帮助的小动物或者小朋友，你会怎么帮助他们呢？神奇鼻子和魔法眼睛。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边，住着2只小猫咪。黑猫酷酷全身乌黑发亮，有一双碧绿的大眼睛，能捕捉最快的小鱼。白猫豆豆雪白如云朵，粉嫩的小鼻子总是湿润润的，能闻出最新鲜的鱼儿。河岸边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草、桃花和梨花，正在盛开。春天的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，一切都那么美好。2只小猫咪肚子饿得咕噜叫，到河边准备捉鱼。酷酷施展魔法眼睛，选择了一处水流湍急的地方。许多银光闪闪、游得飞快的小鱼在急流中穿梭。酷酷凭借敏锐的目光，很快抓到了好几条银色小鱼。豆豆用它的神奇鼻子来到了河边一个安静的水湾，他仔细嗅着，找到了几条躲在水草间的肥美胖鱼。2只小猫咪各自吃着自己捉到的鱼。酷酷的银色快鱼虽然新鲜，但是太瘦了，没有多少肉。豆豆的胖鱼虽然很香，但是数量太少了。小猫咪们都觉得没有吃饱，有些苦恼。这时，河中央游过来一群特别棒的金鱼。这些鱼既肥美又活泼，在阳光下闪着金色光芒。
聪明的酷酷眨眨眼睛，想到了好主意。他对豆豆说：“你的神奇鼻子和我的魔法眼睛一起合作怎么样？”豆豆立刻明白了酷酷的意思，开心地点点头。豆豆用神奇鼻子告诉酷酷哪条鱼最香最肥，酷酷用魔法眼睛盯住目标，计算好时机和角度。两只小猫咪配合得天衣无缝，成功抓到了好多条完美的鱼。夕阳西下，酷酷和豆豆坐在草地上分享美味鱼饵。神奇鼻子真厉害！魔法眼睛侯赛雷，神奇鼻子和魔法眼睛加在一起，能创造更大的奇迹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。当我们把不同的特殊能力结合在一起时，就能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奇迹。诱人的酸葡萄。在阳光明媚的森林里，有一个美丽的葡萄园。架子上挂着一串串紫得发亮的葡萄。狐狸红红路过时，被这些诱人的葡萄深深吸引了。他踮起脚尖，伸长脖子，还是够不着那些高高的葡萄。哼，这些葡萄一定又酸又涩，不好吃。红红撇撇嘴，大声说道。其实心里很想尝一颗。就在这时，高高的长颈鹿美美优雅地走了过来。它轻松地伸长脖子，摘下一颗葡萄，放进嘴里。哇，好甜好甜，这是我吃过最美味的葡萄啦！美美开心地赞叹着。红红嘴硬地说：“长颈鹿，你一定是在骗我！那些葡萄明明就是酸的，你为什么要撒谎呢？”美美善良地说：“红红葡萄真的很甜呐，你要不要我摘一些给你尝尝？”可是固执的红红摆摆手：“不用了，我才不要吃那些酸葡萄。”说完，红红气呼呼地走开了。其他路过的小动物们也都听到了红红的话，开始议论纷纷。是不是葡萄真的很酸呀？第二天，红红又忍不住来到葡萄园，看到美美正在和小兔子、小松鼠一起分享葡萄，大家都吃得很开心。红红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，她鼓起勇气走向美美。美美，对不起，我昨天说了谎话。其实我很想吃葡萄，只是因为够不着，所以就说葡萄是酸的。美美温柔地笑了。我知道呀，红红，诚实地承认自己的想法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美美摘下一大串紫色的葡萄递给红红。红红小心翼翼地尝了一颗，真的好甜好甜。她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开心地摇着尾巴。谢谢你，美美，葡萄真的很甜，我以后不会因为得不到就说它不好了。当我们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时，不应该用贬低它来安慰自己，而应该诚实面对自己的想法和感受。小啄木鸟丁丁的医院。茂密的大森林，阳光洒在绿叶间。一只可爱的小啄木鸟丁丁从窝里探出头。丁丁张开翅膀，优美地飞向一棵大树。丁丁用尖尖的小嘴在树干上轻敲。丁丁认真地寻找小虫子。找到你了！丁丁伸出长长的喙。嗖的一下，虫子被啄进了嘴里。微风轻拂，树叶沙沙作响。丁丁快乐地工作着。突然，远处传来痛苦的呻吟声。丁丁停下动作，好奇地张望。丁丁飞向声音的方向。一棵高大的老橡树映入眼帘，树干上有个大洞。橡树爷爷的表情很痛苦，树叶也无精打采。原来是好几只害虫在树洞里爬来爬去。丁丁，你能帮帮我吗？橡树爷爷虚弱地说。丁丁看着爷爷，眼中满含关切。丁丁飞到树洞前，仔细观察。
但小虫子们很狡猾，一下子都躲到了缝隙深处。丁丁忙了半天，只捉到一只，他累得喘气，有点气馁。他感觉到自己的嘴开始疼了，又听到爷爷的呻吟。丁丁重新振作，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这次他没有急着乱啄，而是先歪着头，把耳朵贴在树干上仔细听。丁丁更精准地啄向小虫藏身的地方，一只只害虫被拉出来，丁丁越来越熟练。太阳慢慢西沉，丁丁的身上洒满金光。丁丁还在坚持工作，最后一只小虫子被清理出来，树洞变得干净。橡树爷爷舒了一口气，树叶重新变得绿油油、亮闪闪。他微笑着对丁丁说：“谢谢你，了不起的小医生。”丁丁靠在自己治愈的大树上，幸福地笑了。用自己的本领帮助别人，是一件既快乐又有意义的事情。小朋友们，有什么特长能让你像丁丁一样帮助家人和朋友呢？